上次你告诉我秋天宝藏有历代旧元宝，当时我对你唯唯否否，好像不加考虑。可是我对这件事认为是一个重大发现，机会不可错过，于是冒充香鱼，怀着一只清代同治年间的元宝到求天堡去，要生水调换法币。求天堡的伙计说照银价生水1成，我当时表示生水太少，要见经理。经理说，本店对这种旧元宝生水1成已很客气，我们店中有的是古代元宝，你要的话也不过生水2成。我明知这是欺人之谈，但是装着不懂，要求他们给我看看。经理也认我是乡下人，当堂搬出80多个元宝，我一眼就望见有2只元宝是金代和元代的一样银锭，我就问他们收进来的价钱是多少，卖出去又是多少。经理就说收进来生水1成，卖出去生水2成。老先生，你的元宝还是生水1成卖给我们吧。我就说，你的话当真不当真？经理说，生意人讲信用，说出的话一言为定。我再问他，这句话会不会耍赖的？经理说，说话耍赖还成什么正当商人？于是我就说，你所有元宝一起卖给我。经理听了，面孔马上变色，但是有言在先，只好忍痛把80多个元宝一起卖了给我。当时我就付出庄票6、7张，经理也只好勉强地收下了。不过经理讲一句话，这种元宝本来要照银价1倍才肯卖，现在便宜给你了。宣古鱼说完这段故事，很得意的哈哈大笑。接着他就从4个保险箱中把那些元宝搬出来给我看。我一看，元宝的数字竟然多到无法计算，圆的、方的、长形的，以及细小的碎银块和银颗子都给我见识一下。我说，你在求天堡只买到80多只，何以有这么多？他又含笑地说，我就是用这种方法到个银楼去搜购，所以得到这样的成绩。我因为你一言提醒了我，所以给你看一看。宣古鱼藏的碑文拓本，后来大部分卖给日本，因为日本有一个名家叫做赤冢忠，在日本出版一部书道全集，出版全书只有4后册，第2次改版成为8大册。宣古鱼写信给这位编纂人，指出他的书中某一页的碑文不是全文，并且说出这个碑在唐代时是怎样的，到了宋代碎了一角，到了元代，碑的中间有一条大裂纹，各有一个拓本为证。宣氏这封信一去，那个编纂的日本人认为他是中国金石大收藏家，于是专程到上海登门拜访，一看宣古鱼收藏的金石藏品目录，认为是东亚之宝，商讨了好久，日本人花了不知多少万两银子，把它全部买了下来。后来这部书道全集不断补充，最近我买到一部，已达26巨册之多。后来宣古鱼逝世，那些历代的元宝不知落在何人之手。我问过他的女儿，都说不知道。他有一个儿子宣刚，是位歌舞名家，又是著名的布景师，也办过歌舞团，是李景辉之后歌舞团中的活跃分子。我也问过他那些元宝的下落，他也说不出所以然，真是一件憾事。屡经战乱，人口大增，在128前后，上海聚居的人口究竟有多少？向来没有准确统计。不过英租界公务局的年报上规定每5年统计一次。人口的数字，我有一本《上海通志》，里面附载有英租界公务局人口的记录，今转录如后：民国9年1920，华人759839人，
西人23307人，总共人口783000余人。民国14年1925，华人810279人，西人29947人，总共84万余人。民国19年1930，华人971397人，西人36471人，总计100万余人。民国24年1935，华人1120860人，西人38915人，总计115万9千余人。后来的统计就查不出，但当年华人的统计究竟怎样调查出来，也莫测高深。只是西人的数字是极准确的，其中8%是日本人，2%是英国人和其他各国人士。从上面的表看来，128是在民国21年1932战事一起，四乡的富户和难民都逃到英租界来避难，所以人口大增。战事停止之后，有些人找到房屋，有些人找到了职业，也就落地生根，不再回乡了。前面的统计只是英租界一区，法租界和南市闸北的居民数字，照我的推想，总数要比英租界的人口加上1倍多，所以那时上海人口总数应在200万人以上。在我到香港来之前，上海人口称500万，据后来的记载，上海人口超过1000万，这是以大上海来计算的，连上海四乡都计算在内了。因缘沧桑，拓本刘颖丁福宝先生在编纂《古前大词典》时，请到一位来自苏州的拓本工人，拓本的技术大有高下之分。这位工人只会拓平面的，但是山东、西安一带的拓碑工人是会把石马、石龟、石狮、石像拓成立体形式，可是这种工人南方少得很，在苏州只有1、2人，在杭州也仅2、3人，这种拓碑的高深艺术快要失传了。丁福宝请的这一位拓工专拓古钱，供给食宿，月薪30元，在当时已算高得很。这类拓碑拓工专家在上海已找不到，但是一般高雅的富绅们都知道这件事。某次青浦朱家角地下掘得一块石碑，那里的士绅就来恳求丁福老借用拓工，请他到青浦拓了几十张。又有一次，护绅李平书也要求丁福老借拓工一用，准备遍拓上海各处寺院的石碑。丁福老认为会妨碍自己的工作，而且不胜其烦，因此决定以后不再出借。不料有一次，蔡杰敏、袁培在江苏角支发现某一个寺院有唐代吴道子塑像，蔡氏又转托吴志辉来向丁福老借用拓工，一去1月有余，因此他极不满意。